OPPO Find X9 Ultra 带着很多人心心念念的10倍光学长焦来了，本期就来看看它的表现，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那由于这台手机的系统呢还没有升级到正式零售版，它还在不断完善修改 bug 当中，还不适合做全面的对比。但是没关系啊，本期还是会在关键的地方让它跟同级别的 Ultra 手机进行对比的，先让大家解解馋。等它的系统升级到了正式零售版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拿它跟其他家同级别的 Ultra 手机进行对比的。提前关注我们，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如果您真的关注手机影像的话，那么我希望您也可以像本期摄影环节入选的这些朋友一样，拿起设备积极的参与到摄影中来，也别忘了给我们节目来一个点赞和加关注啊。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前面这些照片呢，我故意把设备名称的水印给删去了，目的就是为了摄影环节大家多多讨论摄影本身，少讨论器材。到了结尾的总结环节的时候呢，很多照片大家也能看到是什么设备拍的了。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么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OPPO Find X9 Ultra 可以说是目前市售的硕果也不能说是硕果仅存吧，反正是为数不多的4摄手机了。它不但有主摄超广角和3倍的中焦，还有一颗10倍的光学长焦镜头。我拿到的这台黑色版，它的颜色名称叫大地台原。这种拼色的设计大家喜欢吗？上面还有 OPPO 跟哈苏的 logo， 在不同的光线角度下能呈现出不同的亮度细节。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看很精致的啊，而且外观识别度也是很高的。手机的侧面还是保留了实体的快门按键，配色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显眼，可以在熄屏的状态下快速的启动相机，左右滑动可以变焦，按下去就是拍摄。在拍摄界面里有6个焦段切换按钮，那么其中 0.6 倍、1倍、3倍跟10倍这些都是光学焦段啊，只有2倍跟6倍是推荐的数码变焦焦段。相机内置了非常丰富的色彩风格，当然了，大师模式已经是最大的色彩风格了。大师模式不但是这台手机的专业模式，它出片的效果跟默认设置也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色彩是经过特调的。那么前面看的这些色彩模式呢，在默认设置和大师模式下都可以用，而且在录像模式下也可以用。还有哈苏叉拍相机模式也可以用这些色彩模式，色彩模式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排列顺序稍微有些区别。还有这次超宽画幅的哈苏叉拍相机模式的拍摄仪式感也是非常足的，在调整色彩风格的时候就有机械的音效。在按下快门拍摄的时候，仪式感也是拉满的。还记得之前我跟孟导做过一期聊摄影的节目吧？在节目中，孟导就说过，当你拍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设备，你都会发现自己摁快门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你每次摁快门都会有更多的思考。OPPO 这次把仪式感做得这么到位，我想也是为了提醒你珍惜每一次按下快门的瞬间。现在看到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和大师模式，我分别挑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色彩风格放在一起对比，左边是默认设置的，右边是大师模式的。
挑的这几种色彩风格呢，就是什么都不动的默认设置，还有3种胶片味比较浓的和光风格、浓郁风格和反差黑白风格。大家可以发现，就算在什么设置都不动的情况下，直出的风格和大师模式在色彩风格方面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那是因为大师模式不但是这台手机的专业模式，它也是一个色彩经过特调的模式。在不加任何色彩风格的情况下，大师模式就已经有很好的直出表现了。再加上胶片风格的加持，大师模式拍出来的照片味道就更足了。当然了，味道足呢不一定是对的啊，你喜欢哪种风格，哪种风格就适合你。如果你拿到这台设备之后，还是希望你多多的出去拍，多多的参与到摄影中来。我相信厂家给用户提供了这么多好看的色彩模式，也是为了激起大家的摄影兴趣，希望大家能多出去走走，拍摄身边的美好。那下面就正式开始聊这台手机在成像、在光学方面的表现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感光器是最新的 1.12英寸的2亿像素感光器，光圈非常大，达到了 f1.5， 而且注意啊，它默认输出的像素是2800万像素啊，并不是跟其他手机一样的1200万像素。这台手机默认是开启了高质量模式的，只要拍摄场景 HDR 多张合成的压力不是很大，它默认输出的照片都是2800万像素。那么问题来了，它跟同级别的其他手机的主摄比，解析力有多大提升呢？你还别说，这两台手机成像在色彩方面还真的挺接近的啊。那么在最关键的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到啊 ，OPPO 这边的解析力确实更高啊。而且这台手机的高质量模式在工作的时候你是没有感知的，它拍摄的体验跟正常模式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当然了，它高质量模式本身就是默认设置啊。在对比一组主摄的样片那么这组在解析力方面的差别就更直观了啊。OPPO 这边解析力高非常多。这台最新的2亿像素的主摄，它的高清模式当然就是2亿像素了。那跟同级别的手机，但是主摄是5000万像素的对比的话，解析力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啊。OPPO 这边强很多。那么这颗新主摄的镜组光学质量怎么样呢？咱们可以看看它的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做得怎么样啊。可以看到边角画质相对于中心画质来说呢，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啊，镜组的光学质量还是不错的。要知道它是第一颗用这个型号感光器的23毫米主摄，前面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再说超广角镜头，感光器尺寸可不小啊，达到了1/2英寸了，而且光圈也非常大，达到了 f2.0， 而且它默认输出的是2600万像素的照片。那么跟同级别手机的超广角比，它的解析力提升会怎么样呢？你还别说，在白天就能看出解析力的差距啊。OPPO 的高质量模式做的还是不错的，毕竟现在很多手机它的超广角普通模式跟真正的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都没有差别啊。那既然说到了高清模式呢，咱们就看看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表现。跟同级别的手机超广角高清模式比，你还别说，依然是 OPPO 的解析力更高。那么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这颗超广角做得怎么样呢？还行吧啊，中规中矩，边角画质相对于中心来说下降是有的。毕竟这颗超广角的感光器可不小，而且光圈也不小，等效焦段也达到了14毫米，视角非常的宽广啊。有这种表现呢，就说是中规中矩了。那再说中长焦镜头，中焦这块就非常厉害了啊。1.28英寸的感光器也是2亿像素的，默认输出是2600万像素，光圈很大，达到了 f2.2， 但是在照片信息里呢，标的是 f2.3。那长焦镜头可就非常了不得了啊，10倍光学长焦镜头可谓是神兵利器呀。那参数都列这儿了，咱们后边会看到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那现在看到的是主摄和2倍焦段的对比，当然2倍呢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它们都是默认状态下输出2800万像素照片的，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到2倍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是有提升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和3倍光学焦段的对比，那么3倍光学焦段呢，它默认输出的像素是2600万像素的，但是解析力跟2倍数码变焦比提升也是非常直观的。现在看到的是3倍默认设置跟3倍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对比，可以看到解析力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啊，高清模式这边明显更好。只要高清模式做得好，那么它的数码变焦一定是有解析力保证的。现在看到的就是3倍光学焦段和它自己6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可以看到6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是更高的。
3倍中焦和它自己的6倍数码变焦都是非常厉害，但是你再厉害，你厉害得过10倍光学焦段吗？那现在看到的就是6倍数码变焦和这台手机引以为傲的10倍光学长焦的对比，可以看到10倍这边的解析力明显更高啊。但是目前这颗10倍长焦呢，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的啊，咱们可以再对比一组说明一下。还是6倍数码变焦对比10倍光学焦段，可以看到解析力方面确实是10倍这边提升的很明显，但是10倍的画面啊，在某些局部的地方是有重影的，大家发现了吗？我估计啊，大概率还是因为多张合成 HDR 导致的，就是多张合成的时候啊，并没有对齐，出现了一些重影。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啊，希望后期随着系统升级能有所改善。10倍镜头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对比默认的2600万像素啊，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有提升的，只不过这个提升的幅度呢，没有前面主摄超广角和3倍中焦那么的明显。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家同级别的 Ultra 手机，它的10倍数码变焦的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那跟 OPPO 的这颗10倍光学长焦比，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估计大家也很好奇啊。通过这组对比，大家就能发现，确实是 OPPO 这边的表现更好。画面放大以后，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自然纹理，就是漆面的开片嘛。开片因为时间的长短不一样，老的开片颜色更深，新的开片颜色更浅。OPPO 这边拍出来的全都是自然纹理，这叫金丝铁线。而右边数码变焦经过 AI 处理之后啊，它是无差别的把所有的裂痕都加强了，你看不出来深浅，就好像这些裂纹都是同时开裂的一样。可以再对比一组，依然是 OPPO 的10倍光学焦段对比同级别手机10倍的数码变焦啊。如果你现在的观看设备非常小，就是拿小手机的屏幕看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右边的表现更好一些，看着更清楚啊。但如果你用的是大显示器看的话，你可以发现 OPPO 这边全都是自然纹理，而右边很多地方都是有数码涂抹的、数码计算痕迹的。那最后再看一组 OPPO 的10倍光学焦段和它自己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吧。那么到了30倍呢，它也就老老实实默认输出1200万像素了。当然在解析力方面呢，跟10倍光学焦段比呢，还是稍微有一点提升的。不过这会儿呢，也得归功于数码计算跟 AI 的功劳了。再说微距拍摄，那么微距呢，这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这台手机呢，可以用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焦段来拍摄，也可以用3倍镜头来拍摄微距。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用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焦段和3倍中焦镜头来拍微距的对比啊。可以看到两边放大后啊，在解析力方面实际上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你追求更好的微距效果呢，你可以用10倍焦段来配微距，但是这个10倍呢，实际上还是3倍镜头数码变焦到10倍来拍的，并不是10倍光学焦段来拍的微距啊，这点要注意。那么这个时候放大看细节呈现呢，还是10倍数码变焦的微距稍微好一些啊。再说前摄啊，先看前摄的自拍表现，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那么这台手机在默认设置下呢，是没有美颜的啊，没错啊，美颜的选项就没有打开。在拍摄的时候，用户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打开美颜，也可以调整美颜的强弱。那么这点跟其他手机还是不一样的啊，在默认设置下，它居然不开美颜，追求的是真实还原。但是拍摄出来的肤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大家可以尽情欣赏我17岁的容颜，我都替你们美的很。现在看到的是前摄录像的表现，默认设置啊，而且在默认设置下也是没有美颜的，美颜选项是关闭的。但是它真的一点没有吗？我觉得我这肤色看着还真的挺好看的呀。我当时又感冒又上火又起针眼的，看着还行啊。难道说真的是我长得天生丽质，还是说这台手机就算是没有美颜，它也比较注意刻画人物的肤色呢？你们更相信哪种结论呢？我个人肯定是坚定的认为是我长得好看，跟手机没关系。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的人像模式，没有调其他的选项。当时的天气也是阴天，但是太阳稍微出了一点点，我们还是选择了2个场景，一个是有太阳的场景，其实太阳也不足啊，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在阴影里边。比较绝的是这台手机的人像模式居然也没有美颜，美颜选项默认也是关闭的。难道这回 OPPO 的理念就是把是否美颜的选项完全交给用户吗？因为如果拍完之后没有美颜，你还是可以在相册里加工或者其他软件加工，可以上美颜。但如果拍完了直接有美颜的，你要再想改回去，那就改不回去了，对吧？
不管怎么样吧，这2个场景拍完之后呢，虽然没有美颜，但是我看着还是觉得不错的，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真实还原也挺好，而且拍出来的效果以及我的肤色我都挺满意。再说蜘蛛扩张度的表现，那么在大光比的场景呢，我们测试了主摄和超广角的几种色彩模式啊，分别是原图直出，就是默认设置，还有和光和浓郁2种模拟胶片的色彩模式。那么这几种色彩模式在大光比的环境下指出扩张度测试的结果呢，总结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什么都不动的原图直出，它的效果是保留亮部跟暗部的细节最多的，是最方便你拍完之后再后期的。那至于和光还有浓郁2种模拟胶片的色彩模式呢，它本身就是让你拍完了之后直接用的，也不太需要你再怎么后期了，所以它在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上呢，就没有默认设置那么的多啊，尤其是高难度场景下，暗部的细节呈现确实少了一些。当然了，大师模式我也测试了啊，就是大师模式包括自己什么都不动的默认设置，以及加上其他的色彩风格，它都是让你直接出片直接用的啊，都不需要你再怎么后期了，因为前面色彩环节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风格它的风味已经够浓郁的了。总之，如果你拍完照片还有后期需求，那你就用手机的默认设置直接拍就完了。如果你想体验其他的色彩风格呢，你就多多尝试啊，总会有一种风格适合你的。再看夜景的表现，那么 OPPO Find X9 Ultra 呢，也继承了之前 OPPO 手机的特点，它的主摄在城市环境下，这些大光比的环境下有强光有阴影，其实难度也不低了，它的直出效果就非常的好，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相比之下呢，超广角在某些场景它的亮部细节呈现是没有主摄好的。那如果你想用超广角拍出夜景细节呈现非常丰富的照片呢，也很简单，就是打开自动夜景就可以了。如果是直出的情况下，成像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啊，体验跟白天一样，非常适合在暗光下拍摄小孩啊、小动物这种爱动的小可爱。那如果打开自动夜景呢，快门速度会稍微降低一些，但是它的成像效果跟主摄是完全一样的。那看来在这方面 OPPO 也是把选择权交给了用户。那来到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主摄在直出的状态下成片有点亮啊，但是细节呈现是非常丰富的。那超广角跟主摄比细节呈现肯定比不了，但是在直出状态下它的表现也还可以了。那现在看到的是城市环境下2倍数码变焦跟3倍的对比，以及3倍跟10倍的对比啊。这里要说一下啊，在城市环境下，这台手机的10倍长焦是可以独立拍摄夜景照片的，并不需要3倍数码变焦拍摄。那么从实拍效果上可以看到，无论是2倍数码变焦、3倍的中焦和10倍的长焦，它们在城市夜景中的解析力都是非常不错的。那现在又有一个疑问了，因为其他厂家的 Ultra 级别的手机，它到了晚上的10倍数码变焦效果也都是不错的。那找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咱们对比一下，看看 OPPO Find X9 Ultra 上这颗光学的10倍长焦镜头跟它们比有什么不一样呢？放大看的话，你还别说啊，差别不小。OPPO 这边的细节更多。那其他的手机的10倍，由于是数码变焦呢，到了这个场景都开始猜了、懵了啊，都猜出来都是方块啊，都是这样的效果。那来到极暗环境，就要打开手机的夜景模式了，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怎么样。那么这台手机的主摄在极暗环境下依然呈现出了非常好的细节。相比之下呢，超广角的细节呈现肯定是不能跟主摄比的不过这台手机啊，它依然跟其他的 OPPO 手机一样，夜景的曝光时间相对来说是偏短的。其他家手机可能相同场景要曝光7秒到9秒，它也就2到3秒。即便如此，主摄的细节呈现也是相当不错的，超广角也没有因为夜景曝光时间短就被其他家的手机拉开差距。那到了这里呢，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OPPO 这回的3倍中焦，它的硬件参数是非常好的，而且 OPPO 以往的手机啊，到了这个环境，它的中焦也可以独立拍摄夜景照片的。其他家的手机中长焦镜头到了这个场景全都不工作了啊，都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那么它们拍摄出来的差别能有多大呢？确实非常大啊，在细节呈现方面是没法比的。OPPO 这边就是3倍中焦镜头直接成像的，那其他家手机呢，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没有什么细节可言。不过这里要说一下 ，OPPO 这次的10倍光学镜头到了这个场景也是不工作的了，10倍呢也只能靠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拍了，但是也比其他手机10倍还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要强得多。再说视频录制，
在录制规格方面，在专业视频里边，除了超广角镜头以外，所有的镜头都可以录制 4K 120帧和 8K 30帧的视频，超广角最高支持 4K 60帧的视频。不过你要录制 4K 120帧或者 8K 30帧的话，就只能用 log 格式来录制了，什么 SDR、HDR 都不行啊，只能用 log 格式。手机里边也内置了很多的 LUT 文件，方便你拍完之后直接色彩还原，或者是直接调色。当然了，这台手机也支持往里边拷贝你已经存储好的 LUT 文件。现在看的就是 4K 120帧的 log 格式拍摄的视频。log 格式拍完之后嘛，就是可以随意调色嘛，这就是 log 格式的优势。不过在测试环节呢，还是要看这台手机在默认设置下的录像表现。现在看到就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防抖还是不错的，画面稍微有一些起伏，那么这种感觉呢，就是正常的运动感，清晰度还是挺高的。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可以看到起伏感，也就是防抖方面控制的比主摄还要稳一些啊，那只能说明电子防抖在超广角上的工作呢，比主摄更勤奋，清晰度和色彩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防抖相当稳健啊，清晰度也是很高的。现在是3倍光学镜头的录像表现，清晰度是非常高的，防抖非常好，画面的流畅性也是很不错的。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啊，左边是 OPPO 的，右边是其他同级别 Ultra 手机的表现。虽然说 OPPO 这边是光学焦段啊，但是其他的 Ultra 手机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也不错，清晰度方面没有拉开什么差距，但是在色彩方面 OPPO 这边的表现非常好。现在还是对比啊，是2台手机最远的录像数码变焦焦段了，它们都是30倍的，可以看到这回在解析力方面是 OPPO 的表现更好了，毕竟 OPPO 是用10倍光学镜头数码变焦的。那么其他的 Ultra 手机呢，只能用3倍、4倍的长焦镜头数码变焦。现在是 OPPO 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首先看到的就是它的防抖居然跟白天的表现基本一致啊，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清晰度也是非常高的。现在是超广角的对比了啊，没错，是超广角，因为我发现 OPPO 这台手机超广角在夜晚录像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跟其他同级别的 Ultra 手机的超广角比，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现在是3倍镜头的对比，可以看到 OPPO 跟其他家同级别的 Ultra 手机比呢，3倍焦段在夜晚录像上可以说是同一级别的啊，表现都不错。但是到了夜晚的10倍焦段录像对比呢， OPPO 这边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可以看到它的画面拖动感还是比较强的啊。希望后期的系统升级可以修正这个问题。到结尾了，咱们就着本期摄影环节入选的这些优秀照片来总结一下 OPPO Find X9 Ultra 的表现。白天的测试方面，主摄超广角和3倍镜头的成像解析力可以说是领先级别的，拍摄体验非常优秀。10倍光学长焦的表现在解析力上是领先的啊，但是在成像上的一些小问题呢，还是需要继续优化。微距是够用的，前摄和人像的拍摄在默认设置下追求真实自然，美颜选项消费者可以自行选择。直出扩张度在默认设置下的表现是优秀的。夜景测试方面，主摄的表现优秀，超广角保持了 OPPO 一贯的做法，要抓拍还是要细节的决定权在消费者手中。中长焦的夜景拍摄能力惊人啊！录像方面，白天各个镜头的表现都是高水平的，超长焦的录像效果很好。夜晚呢，主摄的表现和超广角的表现都是很好的，但是10倍录像的效果呢，还是需要继续优化。那节目的最后，大家觉得这台手机的工业设计，也就是这台手机的造型怎么样呢？你们觉得这台手机长得好看吗？如果你觉得它长得好看，打1；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打2。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